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现在发面，您还只会加酵母和白糖吗？这就是为什么做出来的面食一点都不暄软的原因了。今天教你多加这一步，15分钟发满盆，比面包还暄软。面食要好吃，发面太重要了。所以想要学做面食，先学会发面是关键。一起来看看如何发面又快又好吃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小碗，往里边加入5克酵母粉，再加入少许的白糖，用来提高酵母菌的活性。然后我们用200克的温水将其调化开。都知道发面要用酵母粉，但发面的速度让很多人望而止步。时间过长，特别是天气冷些的时候，这时呢就需要提前把酵母用水调化开，这样可以使酵母提前融化。揉面时可以使面粉全部沾上酵母，保证发酵的均匀快速。跟着我们再往里边呢加入1个鸡蛋清，这样可以使面团更筋道。因为蛋清中含有较多的蛋白质，加在面粉里可以增加面团的筋度，使和出来的面团呢更筋道，发出来的面食口感更好。而且鸡蛋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，加在面粉里面营养会更加丰富。一直搅拌，把蛋清化开就可以。接下来我们准备500克面粉，用刚刚调化开的酵母水来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在倒水的时候，把水尽量倒在干面粉的地方，这样就比较容易掌握面粉的干湿程度了。倒入酵母水之后，一直将面粉搅拌成棉絮状，棉絮稍微大一点，像这样的状态。这时我们放下筷子，下手揉面。揉面的时候，用手利用面团不停地把面盆边上的面粉给沾下来，这样一边揉面一边沾面，就能达到3光中的盆光了。面刚开始可能揉不光滑，看看表面全是蜂窝，这是因为水和面粉没有完全融合。这时我们不要钻牛角尖，不要硬揉，不然越揉越费力。教大家一招，我们盖上盖子静置5分钟，然后再揉面，就很光滑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现在我们再来揉面呢就很轻松了。这是由于揉面时加入的水分子进一步渗入面粉蛋白质胶粒内部，使面团变得松软的同时呢又富有弹性，这样面团就更加容易加工了。而且做出来的面点口感呢也会更加细腻顺滑。看看不用1分钟，面团就十分的光滑了，大家可以试试。接下来我们准备1个大碗，往碗底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用刷子均匀的刷开，这样可以防止面团粘碗。然后我们把面团放进来，按压整理整理。再在面团的表面呢刷上薄薄的一层食用油，油脂可以隔绝空气，阻断水分的蒸发，让面团中的水分呢保持更久，而且呢不干燥，可以避免表皮变皱发硬的现象。跟着我们再盖上保鲜膜，整理好后呢将面团放在温暖的地方醒发15分钟以上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来看看，短短的时间内呢已经发满盆了。发面什么状态最好呢？大家看看，发好的面团体积增大至原来2倍大左右，手指搓动不回弹，用手去抓开面团查看，面团内部呈蜂窝状，就是发好的面。呈蜂窝状组织均匀且密集为最好。您学会了吗？现在我们将面团取出来，在案板上撒些干面粉，把面团放在面板上。现在我们将面团中的蜂窝气泡揉出，像平时洗衣服一样搓开再收回来，如此反复。一般我们揉面的时候都是用手掌末端的位置来揉，这样揉面不费力，揉的面团也均匀。揉面空气排得越干净，面蒸出来就越白，
我们在揉至光滑的同时，一定要多揉一会儿，面团越揉越劲道，时间越长，馒头越香，最少不少于5分钟。揉好的面团，我们将其整理整理，搓成长条状。再用面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然后我们将每个剂子拿出来揉一揉。很多人在切好面剂以后，就直接将面剂团圆整成馒头胚。其实这样是错误的。正确做法呢，是应该将每一个小面剂都揉一下，然后呢再搓成馒头胚，再将面团竖起来。整一下型呢，一个生胚呢就做好了。这边呢准备1勺淀粉，我们将做好的馒头生胚均匀的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。裹上淀粉可以防止风干，也能让馒头表面更加的光滑。太厚的地方拍一拍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。做好之后，将馒头胚一个个摆入锅中。每个馒头胚以及馒头胚和锅壁之间都要留一定的空隙。蒸锅水提前烧开再关火，现在将其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子，醒发10分钟。这样蒸好的馒头不容易塌陷。2次醒发好的馒头生胚体积明显变大，变得胖乎乎的，拿起来感觉明显轻了很多呢就可以了。再次盖上盖子。若馒头和我这个差不多大，蒸10分钟左右呢就足够了。时间到了以后，我们不要立刻打开盖子，一定要关火再焖5分钟。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打开锅盖以后呢，水蒸气进去，馒头遇冷收缩变得干瘪，影响其美观。时间到了以后，我们打开一点点，让冷空气慢慢进入，让锅内外温差没有那么大，这时再立马开盖。这样馒头呢就会又松软又洁白，口感也会更佳。焖好之后打开盖子时，就有浓浓的馒头香味，造型也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松软。接着我们把它取出来摆盘呢就可以吃了，白白胖胖的，看起来就很香。这样蒸出来的馒头非常的蓬松暄软，内部组织呢也非常的丰富，馒头非常的有嚼劲，越吃越好吃。就这刚出锅的馒头，干吃就能吃上2个，越嚼越香。这就是发面的神奇。好吃的馒头呢，一定离不开成功的发面。看似简单的蒸馒头，里面呢还是有很多的技巧。以上这些蒸馒头的知识点，如果对您有用，不妨分享、收藏、转发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只要掌握好这些知识，馒头肯定好吃。空闲的时候呢，大家都可以自己在家做。自己做的馒头不仅好吃，而且呢有成就感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别忘了关注我哟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